Steam 上《Mills of Zombo》是一支让我拿了又放，放了又拿的作品。在第一次的游戏体验中，虽然被它的故事设定以及开头火车动画给打动，但偏偏初期版本的游戏体验还是稍显枯燥。它的故事节奏缓慢，部分角色衣服像画在身上一样，于是就弃坑了。直到日前经朋友劝说，且看商店留言区表示似乎后头有点料，才重新捡回来玩。而这次打开游戏发现，《Mills of Zombo》前期的色色场景已用幻想情境补上，同时中后期色色的场景快速激增，且它的色色动画不会太短。此外，还有本作特别吸引我的2名角色，终于在当前版本有着让我满意的出场空间。不过以一支欧美 H game 来说，它仍有一些缺点。出场20来位女角，主要角色性格落差有显著出来，但仅有少数联模符合个人偏好。而这游戏采用了不少动画，然而游戏后期对重复动画会感到厌倦。但整体来说，《Mills of Zombo》仍是支瑕不掩瑜且性价比够高的欧美小黄油。当前版本预计还有3至4次的更新，而游戏的官方定价为新台币186元，却已有约10小时的游戏时长。从各方面来看，都能看出本作框架很大，预留了不少进一步交友的可能。虽然官宣已公告未来会有第2季，但一些主要情节应该在第1季内就会被阶段性完成。大家好，我是九龙，新春吉祥。今天要介绍的欧美小黄油是 Steam 平台上由 L17 于2021年发行的抢先体验作品。资源简中，它的翻译品质比较微妙，应该不全是机翻，但不少段落需要自行透过脑补修正。有配乐以及色色特效音，动画场景相较类似小黄油还算多，身材展现的部分则偏好局部特写，也有着场景探索功能。令 Mills of Zombo 为视觉导向的视觉小说，里头有2条路线，老鼠或者兔子，2条线有时会产出分属于自身的特定片段。而他的故事描述，主角父母离异后，他跟随了父亲，看似这是个前途无限的选择，却没想到就在父亲结识新女友后，他被撵回了当初那个极度想要逃离的小镇。实在没办法，他只好借住于现任房东家里。又房东与其先生育有2女，然后虽然主角无时无刻想着要逃离这座小镇，但在那之前，他必须得重新当回转校大学生，还将遭遇那些他昔日逃避的高中同学。究竟在这未尽的大学生涯里，他会何去何从？是能成功转身离去，亦或终究会在这找到属于自身的归属？接着，让我们重回游戏介绍。大家关心使用度的部分，它有回忆图库，但要进游戏内才能读取。然后，本作目前 V7 版发生过关系的应是9位，但主要室友们都还没有完整相关桥段，它的使用度未必到很高，但如果里头有你喜欢的角色，可能就会额外加分。毕竟这支小黄油的色色特效音完整，以及色色动画算长。再额外一提，本作角色常有不以为然的翻白眼表情呈现，另与上述相较，则本作的剧本或许更为精彩。无论主线、支线，甚至老司机开车时，文本均有用心编撰，让我游玩时常莫名傻笑着。不过部分篇章的情感铺陈却略显冗长。最后则是这支小黄油投注了不少心力在游戏内的手机功能，虽然里头的 IG 社群只能点进去，不能进一步互动，但你与其他角色透过手机往来的讯息都将被留存。同时，他也鼓励玩家在游戏内看到喜欢的画面能多拍照，有个指定成就与之相关。又值得注意的是，本作游戏过程常会闪烁提示玩家接下来要做什么，而如果手机跳提示时你刚好按太快，则游戏就会卡住。总结：如果你喜欢幽默故事更胜于色色场景，不是它的色色很差，而是使用度因人而异，则这支 H game 不妨优先考虑。单以剧情、价格、游戏整体时长，就构成了值得推荐它的理由。以上，谢谢收看本次影片。若喜欢本次影片，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，敬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。又对本次影片有什么想法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九龙仔什么？我们下期再会。